高兴大家又来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入财务自由的目标。之前我们花了1个月的时间教大家如何看懂兵图，所以详细的讲了 N 型理论。那接下来的1个月呢，我们要教大家如何选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将军除了看得懂兵图之外，我们还要知道如何挑选骁勇善战的战士，在不同的战役之中派出不同的兵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比较容易获得全胜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要来跟各位为期1个月的龙行8步的介绍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先跟各位介绍上涨 N 型的基本形态。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成功上涨 N。我想在这个地方成功上涨 N 的特色呢，我想大家在 N 型理论这个地方都已经听过了很多遍。它第一个要件呢，就是回档的地方要守住1/2。那接下来就是C D段再呈现冲高的格局。那在这个地方，至于很多听众跟观众都有来问过我说，什么样的情况叫做45度呢？那今天这堂课有非常多的计算的问题，不过我把计算的部分所有的公式都非常的详细的写在部落格，所以对于计算部分如果有问题有兴趣的观众或是听众的话，麻烦你到部落格初级班的龙行8步那边有详尽的介绍。那今天我在课堂上就是跟各位讲一个逻辑的概念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就是正常 N。所谓的正常 N 呢，就是回档它跌破了1/2。那接下去它在攻高的过程中呢，它的 B 点小幅过了它的低点小幅过了 B 点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常常听到的失败 N， 那也是一样，因为它回档比较深，跌破了1/2。那它在上涨的过程中的时候，因为资金不足或基本面的因素影响，让它的低点没办法再过它原先的 B 点的高点。那至于倒 N 型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家最近才经历过，比较有印象。那它有2种走势，一种就是说，因为它回档的时候已经跌破了原点，跌幅比较深，所以它在反弹的过程中，它低点没办法去过 B 点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因为资金行情或者说公司的业绩面转佳，那这个地方 CD 段呈现一个45度的上涨。那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国际股市的起始的原点是在2018年10月这几年的时候，然后在2020年3月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之下，所以说非常多的国家指数都破了底，包括了台湾的部分，就是2020年3月破了2018年10月起涨原点的底。可是因为资金行情的推动，所以只呈现45度的上涨。那所以在2018年10月到2021年，全球的股市大部分是呈现一个倒 N 关键位置倒 N 型的上涨。那至于全球股市演出差不多D1，大概就是我们上次在介绍恒生指数的部分，它是呈现一个盘整的情况，它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好，我想用实例跟各位介绍完，大家大概有一个基本概念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这几种 N 型都做一个比较。那第一个是成功上涨 N， 那我们跟各位讲过，就是在初期班的时候就有第一堂课就跟各位讲过 ，X 轴的部分是时间，Y 轴的部分是价格。那我们在中间画一条线，那这条线是不是就是具有45度的斜率？那成功上涨 N 的特性就是说，回档守了1/2，在攻击的时候迅速过了45度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45度线？而且它攻击一定要到达一个标准，就是2-1。那这个计算公式也在部落格。那这样的个股我们就叫成功上涨 N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再看呢，那正常 N 它因为回档的部分跌破1/2，所以即使它在 CD 段的涨幅的价差跟 AB 段一样的话，那它的幅度也会相对有限，所以它叫做盘涨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继续看哦。那什么叫做盘整呢？盘整就是说，因为它的跌破1/2，跌幅深，那在往上攻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资金退潮，或者是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像 AB 段这时候这么好，所以它就会呈现一个失败 N。那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让投资人弄混的地方，因为它没有过高嘛，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N 型，然后反而可能会画成一个下跌的 N， 然后最后 N 型就乱掉了。那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要注意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要犯这个错误。那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，就是所谓的关键位置倒 N 型。
就是说它的特点就是说 C 点一定会跌破原点，可是跌破的幅度并不大。然后接下去呢，它在那个什么往上攻的 CD 段这个地方呢，它可以只攻一点点，那也可以呈现45度的上攻，都是看当时市场的资金跟公司的基本面状况而定。所以看了这个图形以后，我们非常的明白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，我们要获取最佳的报酬率，也就是最好的价差。那我们的选股标的是什么？就是成功上涨 N 嘛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是一个将军，我要派出的这个兵一定是具有成功上涨 N 的特质。也就是说，他打仗的时候常赢，虽然有的时候会输，但是是小输大赢，那自然而然它就是一个成功上涨 N。所以接下去我们的内容，我们会对成功上涨 N 做比较详细的分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成功上涨 N 的第一个步骤，我们要做的逻辑，我们要先算出它的基本波，前面已经教过了，基本波就是 B 减掉 A。OK， 第二步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回档是不是守住1/2？好，大家赶快速算 B 加 A 除以2，1/2有没有守住？好，算完以后，那你告诉我，因为我现在本来是在45度线上，然后我跌破了45度，当我在要重新站上45度的时候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价差这个地方？所以 Y 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去算45度的斜率是多少，那加上这个斜率以后，我就回到了45度线上，所以这就是45度斜率的意思。OK， 计算公式在部落格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那所谓的45度突破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的 B 点再加上这个斜率的部分，就是它重新站上了这个斜率，而且突破一点点的话，那我们把它当做一个45度突破点，就是重新站上这个线。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股票市场看到有些个股创新高的时候，大家不但是大量，而且还长红棒。为什么？它其实就是突破了45度线。当然有真突破、假突破，这个地方我们会在第3堂课关键 K 棒的时候为各位去介绍所谓的真假突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那个45度突破点突破以后，接下来成功上涨 N 它所寻求的就是说，你必须过45度的一个标准的目标达到点，就是所谓的双杠一。那它的计算公式很简单，就是用1/2的地方，再加上 x 波，然后再加上 y， 那确保它这条线最后是攻击在45度线上。好啦 ，OK， 我们这边理论讲完了，接下去我们用实物的例子来告诉大家，大家就会比较清楚，到底我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理论，我怎么运用在实物上呢？好，我这边举例的是一只个股，电子类股2345的智邦，那我用它的月线图让大家很清楚的看到哈，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成功上涨 N。那这只个股呢，是从2018年4月一直涨到2021年7月哈。首先我们在时间波的对称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你看哈，它在 AB 段的时候上涨18个月，然后在 CD 段上涨16个月，所以在时间的部分是不是稍微有做一个对称？那这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的，在 N 型理论里面，我们可以抓一个时间的对称跟价位的对称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步刚刚讲了理论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现在算出 x 是多少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用它的 B 点186点，减掉它的 A 点起涨60元，对不起，186元跟60元这个地方我们一相减 ，OK， 基本波已经出来了 ，x 就是126元。那接下来要算什么？不用我讲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就是回档有没有守住1/2啊 ？OK， 我们看它的1/2是在123块的部分，那它回档最低的价钱是130块。好，它已经符合了我们第二个准则，就是回档守住了1/2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大家就会说，要再算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说的，我们要算 Y。好，那 Y 这个地方有一个计算公式，这是大家说45度斜率是怎么来？就是我的老师恩师唐代信大师，他从实战中所得出来的一个计算的公式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45度。OK， 我们把45度用 B 点再加上45度点的话，就是45度的突破点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45度的突破点在199.5元？那我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讲，每次突破45度线的时候，通常会是长红棒伴随着大量，而且每次突破的时候，大家为了去测试真假突破，都会来回测这个 B 点或是45度点的
支撑价位，所以你看它突破以后，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这边反复测试。当它回档有守住这个所谓的长红棒的1/2的时候，几乎都可以确立是真的在突破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它接下去又做了一个 CD 段的上攻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双杠一价钱是在258.5。那投资人可能会问我说，那股价如果突破双杠一还在涨怎么办呢？那依照我们的龙行8步的理论，那可以一直延伸到双杠18。那大家不要急着问我公式怎么算，这个在进阶班的部分，我介绍标股中的标股的时候，就会告诉大家双杠18怎么算，计算公式在专业班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初级班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学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，双杠一出现了，那我这时候心里就要准备说，到达我的目标价，我要逢高出脱。可是以时间点来看的话，如果我们抓1:1的时间比例来讲的话，它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边走边看。那一样就是说，我在突破这个双杠一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长红棒嘛，那我们就可以用长红棒的1/2跟长红棒的开盘价这个地方呢，去做一个防守价位的看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它起起落落，然后到最后拖到时间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股价才下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大家是不是可以发现说，我在教大家如何选股的过程中，有可能我 A、B 段我错过了，但是我发现它是一只标股，而且我发现它的基本面还不错，所以我要做的动作就是回档守住了1/2的地方。OK， 那我这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去做CD段呢？这就是我们在龙行8步要教大家的一个选股。第一个选标股，第二个知道大概在什么时间，大概在什么价位，那我大概可以赚多少的报酬率。然后如果不如预期的话，我时间到了就出道。那如果如预期的话，那我就可以赚到这个报酬率。大家一看哈，这2-3年间的时间，它的报酬率高达478%。就算我们 A、B 段没赚到，去赚 CD 段，我们至少应该也有1-2倍的报酬率。那这等于说，你把钱放在银行，是不是有100-200年的利率可以领呢？这就是投资的好处。OK， 那到了节目的尾声，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，那欢迎你到部落格，因为我们这集的部落格很精彩，就是详细的把成功上涨 N 的每一个计算的步骤还有逻辑都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话不多说，那下一集我们也是要讲成功上涨 N 的扩大，那我们会举股王系列做例子，教大家如何破解股王系列的股价走势。所以下个礼拜你要记得收看哦。OK， 到了节目的尾声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